在俄乌冲突中，有一件事是不幸中的万幸。在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后，法国果断扣留了2艘俄罗斯订购的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并拒绝为俄罗斯交付。可以说，如果不是这样，那拥有2艘西北风的俄罗斯将会在俄乌战争爆发当天带领黑海舰队直冲奥德萨，从南边对乌克兰插上一刀。那西北风2栖攻击舰到底有多强？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在法国内部被称为投射和指挥舰，即 BPC。总的来说呢，该级舰艇可以运载和部署16架 NH90 或虎式直升机，4艘登陆艇，多达70辆车辆，其中还包括13辆勒克莱尔坦克或一个40车的勒克莱尔坦克营和450名士兵。这些舰艇配备了一个拥有69张床位的医院，目前正在作为北约反应部队的一部分，或与联合国或欧洲联盟维和部队一起服役。西北风级的舰体构型与美国黄蜂级类似，结合了直升机母舰、船坞登陆舰与船坞运输舰的功能，但受限于法国的造舰技术，西北风级并不大，满载排水量仅为21500吨，这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太多冗余浮力，用来对抗被反舰武器击中后舰体产生的下沉趋势。所以西北风级采用了双船壳构造，以增加抗损抗沉能力，上层建筑采用了全封闭设计，提高隐身性能。和大多数2栖攻击舰一样，西北风级采用了全通飞行甲板和岛式的上层建筑设计，通过平直的折线构造以及雷达吸波涂料来塑造有限的隐身性能。每艘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的飞行甲板面积约为6400平方米，甲板上有6个直升机着陆点。除了无法部署 AV-8B 或者 F-35B 以外，它的甲板运转或者投送能力和黄蜂级以及美国级2栖登陆舰实际上大差不差。在飞行甲板下方有着1800平方米的机库甲板，它可以容纳16架直升机，二者有2部升降机连接，每部升降机可以提升不超过13吨的飞机或者其他货物。和很多2栖攻击舰一样，西北风级的起重机配置也是一主一副。主起重机非常宽阔，有225平方米，起重机位于飞行甲板的中心线上，直升机从这里提升到甲板，就可以立即挪到甲板一侧进行起飞前的检查和准备。另外一个副升降机位于舰岛后方，一般用来提升其他的零碎部件，避免占用主升降机。飞行甲板可以承受任何法军或者北约的直升机进行降落或者放飞。比如在2005年2月8日首舰的测试中，就测试了维斯特兰山猫、美洲狮2重舰载机，后续又增加了 NH90、AS565 黑豹以及松鼠轻型直升机的起降，最重的则可以容纳 MH531 海龙重型运输直升机在甲板上进行部署和起降。当然，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航空力量的投送主要以直升机为主，而非美国级黄蜂级那样由垂直短距起降飞机来进行航空火力打击。这主要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法国自己拥有可以弹射放飞战斗机的戴高乐航空母舰，阵风战斗机的载弹量要远超于短距起降的战斗机，可以给舰队足够的防空平护以及海上对陆地的打击能力。而在不需要戴高乐的场合，西北风自己也不需要那么强的火力。西北风的射击场景主要面向非洲，在这个情况下，武装直升机的火力绝对够用。那短距起降飞机的机库就可以拿来携带更多的补给或者直升机，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更何况法军没有自己的短距垂直起降飞机，为了一级西北风而采购海摇或者 F-35B 是非常不值得的。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呢，西北风级的甲板和机库甚至可以超负荷运作，一部分在甲板上气流并且放飞，另一部分在机库内进行运营，并且在后续过程中被升降机调运上甲板，再放飞第2甚至第3波。在这个运转情况下，西北风级可以最多同时承担30架直升机在战区中的战斗和维护任务。根据西北风级第1任指挥官吉勒斯·胡默的说法，西北风级的航空能力接近黄蜂级2栖攻击舰，但其成本和船员需求约为美国舰艇的 40%。 在2栖登陆方面，西北风级拥有一个巨大的坞舱，在正常的部署中可以一次性投送450名士兵，如果航程较短，坞舱内可以再增加450名士兵，让投送量翻1倍。它的车辆舱的面积高达2650平方米，可以携带40车的勒克莱尔坦克营或13车的勒克莱尔坦克连和46辆其他车辆，具体的车辆容纳数要以具体车辆体积来决定。相比之下，法国海军之前服役的闪电级船坞登陆舰拥有1000平方米的坞舱，最多可以搭载100辆车，包括22辆 AMX-30坦克。西北风级则将这个运力几乎翻倍。
当我们离开车库继续往下，就来到了两栖登陆舰最重要的登陆停舱部位。比较有趣的是，由于法国人的坚持，西北风级并未使用美军的 LCAC 两栖气垫登陆艇。西北风级的登陆艇舱面积有885平方米，可以容纳4艘登陆艇。尽管从未使用过 LCAC， 但这个舱室的设计依然可以容纳下4艘 LCAC， 并进行逐次装载和运行。这提高了法国海军和其他装备有 LCAC 的海军，比如美国海军和英国海军装备之间的通用能力。那既然没有 LCAC， 法国人需要靠什么来两栖登陆呢？答案是 DJA 订购了8艘法国设计的59吨 EDAR 双体船，用于西北风级的两栖登陆。随后 EDAS 两栖标准登陆艇被用来取代 CTM 登陆艇。这些登陆艇于2021年开始交付，其中8艘设想用于西北风级，有效载荷能力为65至80吨，满载时最高时速为11节。总的来说，西北风级的装备虽然有些原始，但总归是勉强够用，并且不采购 LCAC 也维护了法国一贯的国防独立自主方针，并且这些双体船使用传统登陆艇的设计，让运作效能达到了气垫登陆艇的等级。可以说法国人的设计是完全成功的。除了作为直升机母舰和两栖登陆舰之外，作为法国海军除了航母之外唯一一级的大型舰艇，西北风级还可以充当指挥舰。它拥有850平米的指挥中心，可以容纳一个特遣舰队等级的150名指挥人员，在其中同时进行对海陆空电子的4个方向的指挥工作。这一切的硬件基础是法国海军 SENIT 系统，这是美军使用的海军战术数据系统的衍生产品。SENIT-9 基于泰雷兹的3维 MR3D NG 多用途雷达，该雷达在 C 波段工作，并具有敌我识别功能，并且 SENIT-9 还可以通过 Link 11、Link 16和 Link 2数据链和任何使用这些数据链进行连接的武器交换，并且更新信息。在自身武力的方面，西北风级主要是以自卫火力为主，它拥有2个防空的西北风短程防空导弹发射器，以及可以对水面或者空中目标开火的 M2 波朗宁机枪。虽然看起来火力比较孱弱，但西北风级确实不需要更多的火力用来保护自身。原本西北风级的设计中还拥有2门30毫米毛瑟布雷达机炮，但最后因为用不上也没有进行安装。最后在2011年底，法国海军选择了 NARW-HAL-20 远程武器站来装备西北风级，进行近距离自卫。每艘船将装备2个这样的武器站，提供2门20毫米炮火力。这些火炮发射20乘139毫米弹药，一门炮覆盖左舷船头，另一门覆盖左舷船尾。2013年底，法国海军还为每艘西北风增加了2挺 M134 机枪，用来近距离自卫，防止海盗或者自杀式小艇对舰艇本身进行的袭击。推进方面，西北风级的推进系统非常具有创意。在传统设计中，舰艇的推进系统是螺旋桨后安装船舵，通过改变水流方向来改变舰艇的前进方向，而西北风级则采用了整合式电力推进系统，通过3组瓦西兰 16V32 柴油发电机作为主要机组，通过电力为采用2具劳斯莱斯提供的 MER-MAID 可转式囊夹电动推进器来提供动力。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传动轴对舰体造成的影响，每一个推进器都可以独立转动，从而改变舰艇前进方向。这种设计让西北风级拥有非常出色的低速转弯能力，并且转弯半径也是同级舰艇中最小的那个。另外，由于不再使用传动轴进行推进，所以西北风级的发电机组都设置于水线之上，搭配减震浮筏，西北风级的航行噪音极小，甚至可以干扰生子岛鱼类的制导。并且柴油发电机组也比燃气轮机更耐用，柴油发电机组平均大修间隔高达12000运转小时，一般检修只需36小时，并且能在航行途中进行，非常适合长时间的海外部署操作。在这些能力的加持下，西北风级最大航速 18.8 节，18节航速下续航力5800海里，航速15节时续航力可达10700海里，是专门为海外干预而非舰艇作战而生的舰艇。西北风级的诞生实际上也是法军从冷战时期针对于苏联的作战方针转变为21世纪全球部署全球存在的战略方针所进行的彻底转变。90年代后，法国海军主要的两栖作战舰艇只剩下4艘，这4艘两栖舰艇都是在冷战时期改造，为了针对苏联的进攻，从地中海方向发起两栖登陆，以拖延苏军在正面的攻势，为法军争取更多时间而建造。这4艘舰艇分别为2艘90年代服役的闪电级船坞登陆舰，以及在60年代服役的暴风级两栖攻击舰。另外，可以执行垂直登陆任务的还有1艘圣女贞德号直升机巡洋舰，但这艘舰艇只能搭载8架直升机，也是60年代服役的老货。对于海军的造舰计划一定是理论先行。1997年 DCNS 开始了一项关于多用途干预船的研究，法国的两栖作战学说正在发展，并被定义为 CNOA，
它的大致意思就是让法国的海军具备执行两栖攻击、撤退、示威和突袭的能力，以便对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威胁法国国家安全的举动进行有效打击。CNOA 的目标是在100公里内深的山区内投射一支由4个战斗连及1400名战斗人员、280辆汽车和30架直升机组成的部队，并且军舰上要搭载维持这支部队10天战斗的补给。如果10天内无法解决战斗，那么戴高乐号战斗群将会提供下一步更强大的打击火力。那么紧急介入就会变成局部战争。理论上来说，这支部队应该能够干预法国本土5000公里范围内的任何地方，或支持法国的海外领土或盟国不遭受外来势力的侵略。说实话，法国人设计的这么复杂，但实际上国际造船工业上已经有很多现成方案等着他们抄作业。比如意大利加富尔类型的超轻型航母，或者塔拉瓦黄蜂级这种的重型两栖攻击舰，或者干脆就是更小的具备一定直升机运转能力和极为有限火力点圣乔治级两栖攻击舰。在设计阶段，法国的设计师们在相当程度上参考了塔瓦拉级两栖攻击舰，因此西北风级简单来说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重新设计的塔瓦拉级，但不具备运转垂直起降飞机的能力。另外，在设计阶段就省了钱的法国海军决定在制造阶段也进行一波省钱计划。西北风级的舰体分为前后左右4个模块进行分段建造，前半部分是民船规格，后半部分才是军规舰体。舰上主要的作战装备、通信与侦测系统则由泰勒兹集团负责提供与整合。舰体前部船段在圣泽纳尔的完成组装，轮机船段于洛里昂船厂建造，舰岛与尾部船段则在布雷斯特船坞完成组装。战斗系统在土伦完成安装与调教。第一艘西北风级于2005年12月投入服役。该级舰艇总共建造了5艘，分别是 L9013 西北风、L9014 雷电和 L9015 迪克斯梅德。前3艘在法国海军中服役，而后2艘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角。2009年8月，俄罗斯总参谋长尼古拉·马卡洛夫将军表示，俄罗斯计划购买1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并打算稍后在俄罗斯再建造3艘。这样的目的并不难猜，因为自苏联解体以后，大型舰艇的造船厂都被移交给乌克兰，而俄罗斯则失去了制造大型舰艇的能力。而如果可以通过购买4艘船让俄罗斯恢复建造2万吨级以上大型舰艇的能力，那这就相当于借鸡下蛋，为俄罗斯海军复兴创造条件。但这并不是一帆风顺，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只赞成在法国建造前2艘船，而后2艘船只由俄罗斯建造。根据总部位于莫斯科的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的说法，第1艘船将从2013年开始完全在法国建造和组装，第2艘船也将在法国建造，于2015年交付。但俄罗斯部件的比例更高。总的来说，西北风级的设计非常优秀，即使针对于俄罗斯直升机，比如卡5052或者是卡27，它也只需要略微修改机库高度，以便容纳更高的共轴双旋翼直升机。但在这之中有一些小问题，比如俄罗斯生产的柴油过于劣质，会对舰艇的柴油发电机组造成损害，并且俄罗斯的极寒天气也是一种挑战，这是西北风级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俄罗斯自身的野心就让这笔交易几乎无法达成。我们不妨来看看，如果俄罗斯真的有了2艘西北风级，那他们到底能干出什么？首当其冲倒霉的并不是乌克兰，而是格鲁吉亚。在2008年8月，俄格战争期间，黑海舰队花了26小时从黑海将俄罗斯部队输送至高加索地区，这是在黑海舰队仅有老旧的蟾蜍级登陆舰的情况下达成的。如果俄罗斯装备了西北风级，那么2艘西北风可以在40分钟内向外高加索地区一次性投送约15000人，以及配套的坦克、火炮等重装备。而如果法国没有在克里米亚危机后取消这2艘西北风的订单，那么在俄乌战争时，这15000人将会是捅在乌克兰南部黑海地区的一柄尖刀。这些携带有重装备的登陆部队可以轻易拿下马里乌波尔，甚至是敖德萨，和北线的部队一起对乌克兰东部造成事实上的占领和封锁。那么乌克兰政府将不得不放弃基辅进行流亡。所以在外贸俄罗斯的西北风级弗拉迪沃斯托克号下水当天，法国就突然爽约拒绝交付。即使是后来需要赔付俄罗斯近12亿欧元，法国也拒绝交付这2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可谓是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好人有好报。2015年8月7日，一位法国外交消息人士证实，奥朗德总统在新苏伊士运河落成典礼期间访问埃及，与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讨论了关于西北风级的事宜。随后，埃及和法国达成了交易，以大约 9.5 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2艘前俄罗斯西北风级，其中包括培训埃及船员的费用。一来二去，这2艘军舰虽然不赚，但也不算血本无归。而2艘俄罗斯版本的西北风弗拉迪沃斯托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则被埃及改成 L1010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塞尔和 L1020 安瓦尔·萨达特，以2位埃及英雄人物命名。
而且至今仍在埃及海军服役。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视频见。